中國的文人為什麼總喜歡把不同思想說成毒害？為什麼中國文化系統最害怕的事情往往不是武力入侵，而是真相進入？為什麼古代中國人寧願害怕外來思想，也不願反思自身的問題？一場原本想驅逐異端的運動，為何最後卻成了基督教最成功的廣告？歡迎來到解讀中國文化的頻道，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給大腦升級，做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5章，迫害加強了南昌的傳教。原告訴狀的作者們，由於受挫而遭到的嘲笑簡直是難以置信的，他們成了公眾嘲笑的對象。百姓用指頭指着为首的贾汝生，他在公堂上被一個外國人擊敗，並且再也沒有得到賄賂錢。另一些人則因為他們並未被招去為房屋的買賣作證而受到取笑，他們和他們的親戚都丟了臉，因為公布的告示中點了他們的名。校長生他手下一些人的氣，威脅說要把他們當作誣告者，剝奪他們的學術頭銜。為了在公眾面前替自己辯解，文士們發行了一本小冊子，包括整個審理的過程，提到了所有的控告和判決。這些小冊子被散發給所有的名人和一些官員，有幾份抄本也送給了神父。從他的文筆和字體的優美來看，他是由這個階級裡的一個更知名的學者撰寫的。因為這是努力為他們的行為辯解，所以他們盡可能避而不談案子可能給他們自己的聲譽所造成的影響。他們首先努力要證明，他們不是出自任何個人考慮才起來反對外國人的。他們聲稱，他們的動機是基於保全國家的完整，維護他們祖先的法治。他們要百姓牢記，由於和外國人交通，中華帝國從其一開始存在起就遭受了多麼大的災難。他們還說，根據國家的法治和規則，這樣的人應該監禁在堡壘和牢獄裡，而不像本國人一樣到處遊逛。確實更不許騎在百姓頭上挑起惡意。他們指責神父們吹噓他們自己的國家比中國還要偉大，並且說他們和其他的外人不一樣，他們拒不承認中國的遼闊。他們說，這些外國人為了模仿中國人自己的稱作大明的國家，就把他們的歐洲稱作大西。同時因為中國皇帝稱作天子，這些人遂把他們的神叫做天主，從而把跟他們有關的一切事物都置於中國事物之上，猶如父或主之高居於兒子之上。他們指責說，歐洲人計算他們的年代是從某個為人所不知的時間開始的，或者是從某個並非中國皇帝的人而紀元的，也就是從耶穌起的紀元。而且神父們為他們信徒家中所書寫的防範鬼神的文字，形狀像是弓箭和斧頭以及其他武器，這本身肯定就是不祥之兆。所指的文字其實就是耶穌和瑪利亞的聖名。因此他們結論說，把這些人留在他們當中是危險的事，他們極力要清除本省的毒害，正如古代文人要經常所做的那樣，大家不應对此感到驚奇。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引證許多例子，都是他們從史書中挖掘出來的。他們說，聰明的法子是從一開始就治療惡疾，而不是在後來疾病有了足夠力量抗拒治療時再去醫治它。在他們的小冊子的結尾中，他們把憤慨傾瀉在利瑪竇神父的身上，稱他是一條狗和一隻狼，並說他滿肚皮都是邪惡。這僅僅是他們對利瑪竇橫加謾罵的一部分。神父們認為，最好是把這一切埋沒在沉默無言之中，而不是做出書面答覆去捅馬蜂窩。這份小冊子剛剛發布後不久，看來像是上天做出了昭雪，他的2名作者突然暴死，3名作者之中有2名幾乎同時死去，而且2人都是士大夫法規的宣講者，他們確實配不上他們所佯裝在实踐着的那種宣言。當他們被認為和神父们交好時，他們實際上正在給激烈反對神父們的訴狀煽風點火。另外，有幾個人則受到各種病痛和災難的折磨，使信徒有機會認識到上帝之手是在實施公道，
這確實似乎是落到這些誣告者頭上的血冤霹靂。當神父們決定購買一所大房子時，他們先把小房子出售，條件是能夠允许他們住在这裡，直到搬进新房的時候為止。這時碰巧有一個所謂的皇親，是屬於因出身高貴而變得驕橫的階級，買下了這所房子。但在約定的時間之前，他就開始把他的家具堆進神父的屋裡，千方百計想把神父們趕走。那正是沒有人願意把房子賣給或租給神父們的時候，因為害怕他們的原告低售。也正好在這時，他們有7個教友從別的地方到來了，因此神父们處於困境，以致他們考慮去找一家旅社。這時候他們有位朋友租給他們一所空房，雖然小點兒，卻足夠暫時容納他們。最後經過很多困難，他們得到了賣房子的那筆錢，然後便去另找一所房。但是他們找不到一所合用的，儘管他們生活在要打官司的經常恐懼之中，他們還是買到了一所房屋，大的足夠他們之用。但由於有2個個人聲稱對他擁有所有權，他們就捲入一場持續了好幾年的官司。在這期間，又有其他人成群結隊糾集起來，要找神父們的麻煩。但靠了上帝的恩典，由於公布了另一份告示，才使得他們終止下來。然而那1整年卻不能算是沒有收穫的，因為他給教團增添了60名新信徒。城裡住有一位年紀大且有崇高聲望的绅士，他曾長期擔任過大閣老的職位，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富有的人，他也很炫耀他的財富，因此反對派就企圖用下面的方式爭取他來支持他們的活動。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那座著名的鐵柱公廟宇，部分毀於火災。此人被選為徵募修復資金委員會的領頭人，並且在他的威望支持下，他們得以徵集到1萬多金幣。當他們徵募資金期間，新信徒按他們的教義，不使自己資助他們，切不認為是不神聖的事。當這事為大家所知道時，據說有些異教徒也聲稱自己是基督徒，從而享受同樣的豁免。因此募捐人在假文人的慫恿之下去見了那位閣老，並提出抱怨。他就對他們說，以施捨的方式募款一定不能用強迫，同時他們也不要使任何人为難。當他們向他談到利瑪竇神父抱怨他所宣講的教義時，閣老說他認為那是聖教，是由一位聖人在宣講的，他絲毫不違反中國聖人的教義。他們抗辯說，但他是個外國人。他答道，那又有什麼？本城有一個外國人，你們怕什麼？在2座皇城裡，不是有好幾千薩拉遜人平平安安地住着，他們不是按時還可以得到學位嗎？因為結識了一位王爺，神父們給此人結成友誼，他一直到死時都對基督教的發展深感興趣，而有更多的領袖公民看來也是一樣有興趣的。在剛才談到的整個迫害期間，教堂的門戶始終是對公眾關閉着的，從而不至於看來是他們不重視官員的告示，但因此也發現不了鄰里的態度。在这個間歇期，他們有充足的時間修飾房屋和教堂，並且他們建立了2個祭壇，每所禮拜堂1個，頭一個供奉救世主基督，另一個供奉聖母。在1609年的聖誕節，教堂極其隆重地重新開放，大群信徒都來聚會，而有更多的異教徒。裝飾都按歐洲格式布置，證明很能吸引中國人的矚目。每座祭壇上的燈火日夜通明，信徒們競相捐燈油，使他們長明不滅。新禮拜堂給信徒們帶來了新熱情，而且在網中得到了不平常的收穫。信徒們定期地和虔誠地前來，當他們接受聖餐禮時，他們覺得自己達到了基督教幸福的頂峰。他們不僅是在禮拜天和節日，而且也在普通工作日去參加彌撒，這確實是令人鼓舞的。第16章，中國的第一個聖母會。在剛過去的這些年裡，北京的神父們經常奉召入宮，有時他們自動到那裡去和太監們商談宮裡的業務。像我們在別的地方所說過的，他們總是在鐘錶需要照料時奉召入宮。有一天，
利瑪竇神父和龐蒂沃神父到宮裡去時，他們發現立算院掌管由於一道聖旨而有點不安。皇帝下令用絲織成12幅世界地圖，安放在6對大屏風內。這幅地圖是利瑪竇神父的作品，由我們的朋友李我存長官仅在不久之前刊印的。掌院被告知要向利玛窦神父索取這些地圖，因為他的名字作為绘制者出現在原图上。他只是最近才送了幅地圖給太监們。當他們把它呈給皇帝時，皇帝非常喜歡它，所以要給他的兒子們每人一張，還有其他住在宮裡的親屬們，好讓他們把地圖作為欣賞的裝飾品掛在牆上。直到这時候，神父們始終因一種想象中的担心，從而克制自己不肯把他們的地图獻一份給朝廷。他們害怕廷臣們會認為自己對於中華帝国版圖遼闊的想法受到了輕視。也是直到這時候，中國人聲稱並且相信中國的國土包羅整個的世界。神父們的擔心是錯誤的，因為皇帝本人按照他一貫的英明判斷，並不認為揭示真相會使他的國家受到任何輕蔑。我們已經提到，這幅圖有2個不同的刻本，但在神父的住所內一個本子也沒有。李我存有一個刻本，另一個是印刷者所用的刻本，則在他們的房屋遭到洪水時已經毀掉。這使得宮廷的立算家們有些擔心，唯恐皇帝的願望落空，要遷怒於太監。太監們的心目中對於神父手中沒有地圖也有所懷疑，他們疑心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圖被藏了起來。因此他們來到住宅，神父們就把從洪水中搶救出來的那份刻板的一些殘片拿給他们看。他们還把一份李寶祿編的有着更詳盡的注釋和包括全世界的同一幅圖拿給太監看。圖是用8副屏風裝成的，但皇帝要用6扇裝一副，所以他們很怕把8扇屏風的一副帶給皇帝。神父們說他們將在短期內另製一版，而且他們很樂於這樣做，因為這提供一個他們一直在尋求的機會去宣揚基督教。製成這幅新圖要花他們大約1個月的時間。他們用信函把所發生的情況以及他們所打算的做法呈報給皇帝，但是皇帝決定節省他們的勞力和費用。他傳他們進宮來製作第1版地圖的新版，這幅圖就保存在宮裡。他們很高興做這件事，並且這恰值對地圖本身表現出有各種不同見解的時候。關於在地圖上刻印的違反愚蠢的偶像崇拜的東西，有人抱有懷疑，另一些人則受不了他所說的有關基督教信仰原則的話。神父們則希望，可能到時候皇帝或他的某一個繼承人在觀看着地圖和閱讀上面的解說時，會有意詢問一下基督教的信仰。同時，地圖的出現減低了中國人認為他們帝國包括全世界的觀念。在這張地圖上，它僅佔地球上的另一面，而且並不是最大的地帶。神父們的好友李我存，從他過去所擔任的教敵官職上，被指派為北直隸一個城市的市長。他在那裡料理政務，並且經郵遞向朝廷聯繫公務時，從沒有完全忘記他的朋友們。他已經了解到很多有關基督教的情況和許多數學知識，特別是從他研究歐幾里得幾何之中。而他也有點驚奇地發現，在利瑪竇神父來到以前，中國人根本沒有聽說過歐幾里得。他允許他全家人和下屬都成為基督徒，甚至於規勸他們信教。他有2個年輕的親戚，都是有學術頭銜的人，成了異常虔誠的信徒。推動他們信教的是他們自己的智能、神恩的幫助，以及毫無疑問地也有這樣一位偉大人物的影響。他總是在談基督教的教義，而且他堅持說除他之外便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得救。但他仍然是那些既把真理捧上天卻又並不接受他的人們中間的一個。年輕信徒們有一個叫做彌堅的，原來很熱衷於偶像崇拜。從他孩童時代起，他就在他父母邪惡迷信的熏陶和培育下從事這種崇拜，經常進行祈禱。異教徒的齋戒
以及其他的祭祀訓練。據說他身後不久就說過，我不屬於這個家庭，我屬於我們那些在寺院裡當和尚的親戚。如果這裡面有幾分真實性的話，那他可能是魔鬼的詭計。魔鬼設法使這個孩子作為一個徹底由偶像崇拜熏陶而成長起來的人。後來他決定把他所有的財產都交給他的兒子，自己退隱到寺廟裡去當和尚。當他聽到和讀到基督教的教義時，他改變了他的想法，拋棄了他曾經無知地而不是有選擇地追隨過的教派，變愛為憎，開始在他的言談和寫作中駁斥他的荒誕。他在京城居住的整個期間，一直在談論和撰寫有關基督教的事。他的老師不在時，他唯恐會忘記所學，便制作了一份教歷以及一張叫做不固定節日表的，並學會了怎樣來區別它們，就像歐洲人那樣。並不滿足於能夠用中文背诵記憶中的全部簡化的教育問答而已，弥堅還學習用拉丁文背誦它，做到了一個中國人之所能。他們在這方面的困難在於缺乏某些相當的字母。除此之外，他還記住了其他還沒有翻譯成中文的祈禱格式。他和他的同伴哲洛姆，還有一個受任為某城鎮長官的親戚，在離開北京去做10天旅行之前，都來做懺悔。以後再和這部歷史一起即將發行的編年記錄中，我們還有機會提到這同一個彌堅。他離開北京時，他年老的父親從遙遠的浙江省到北京來看望他。這次看望很使兒子高興，因為正如他所深切期望的那樣，他成為了父親獲得解救的道路。兒子對基督教信仰的熱誠對父親產生那麼大的影響，以致父親放棄了他實行了50多年的偶像崇拜。這時他給他父親寫信說，他自己拋掉偶像崇拜者的愚蠢，棄之如驢。他回到家裡時，就為他所有親戚的歸信樹立了典範。李沃存還沒有離開京城，他家裡便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大大增強了基督教的影響。他有一個家僕，瞞着主人接受了信仰的教育，這時他害了一場使其餘的僕人都不願去接近他的病。到了他要領洗的那天，一個神父便走進屋裡去，用香熏屋，然後把病房打掃乾淨。這吸引了別的僕人。當他們看到所發生的事情時，他們驚奇地發現，基督教教義的仁愛超過了責任的要求。主人聽說這事，也稱讚這種偉大的仁愛行為，並且為拋棄了他的處於危難之中的僕人而自責。在這裡面，他們得到一次模仿和讚美德行的機會。病人受洗後3天內死去了，死時祈禱着聖三位一體的名字，並提出其他僕人不久可以得到自己得救的希望。主人後來向他很多的友人們高度稱讚這種仁愛的行為。他有2名官員，或者不如說是他官府的隨從，他們只是在他上朝時跟隨着他，受了他家中所發生的事情的推动，決定信仰基督教。而他們的信教對基督教的事業意義很大，他們不僅接受他，而且熱心傳播他。其中一個取名安德魯，他的職位較低，經濟上也不是很富裕，他那基督教的影響多少只限於他自己的家庭。另一個取名路加，他很富有，朝廷裡無人不知。他開始改變他的生活方式，賠償了他以貪贓枉法而積攢的錢財。他很擔心他70歲的父親的安泰，發現這個老紳士已經活不了多少年，便盡力使他對來世而不是對現實感興趣。正是他这種對他父親的關懷熱望，實際上使這個人脫離了他自己的憂鬱狀況，並且可以說在教堂的範圍內使他獲得了充分的力量。碰巧他的父親幾乎全聾了，因此他很有道理地擔心老紳士不能聽見或者理解神父教導給他的東西了。為了克服這個困難，他就親自到教堂去聽基督教教義的課程。後來他把教義半用語言半用筆畫地交給了他父親，就這樣他們倆都歸信了。正如他結論所說的，為他人的靈魂得救而努力，
卻忽視了自己的靈魂得救，那是不明智之舉。這位特殊的熱心者，在他得以實現他的願望之前，還有不少的障礙要消除，但他終於在上帝慈悲的特別幫助之下排除了他們。首先，除了他的合法的妻子而外，他還養着一個妾。當小妾聽說他不會再去看他時，便大發雷霆，把千萬咒罵都傾瀉在神父們的頭上。他甚至威脅說要在自己的家門口上吊自殺。在這裡，對於那些無法克服嚴重失望的人來說，在絕境之中了結自己的生命是很常見的風俗。他們這樣做是要使害得他們絕望的人受到法律的嚴酷制裁，因為按照慣例，对手以任何方式造成他人死亡者和对主犯謀殺罪的人懲罰幾乎是一樣的。靠上天的救助和神父們的支援，他不理睬這個女人的威脅，他決心救贖自己的靈魂，而且他準備為拯救她而付出任何代價。在這件事情上，他明白大家都會知道他以前的行為是直接違反教會的律法的。這個糾纏不休的女人半心半意地接受了一筆錢，而多少平靜下來。他一再想過之後，決定不再輕生，這事成為過去。他便把一個他原來準備將來娶做妾的年輕女人平安無事地送還他的母親，然後他又使他的髮妻信了教。接着他造了一座大火爐，燒掉了大量寄存的偶像，並在他家裡帶着以一幅動人的救世主基督的畫像。這幅像就放在過去供奉偶像的那同一個祭壇上，祭壇已經重修過，畫像前常燃着供奉的燈火。此人的一些親戚堅決反對他信教，但他不理睬他們的威脅。另一方面，他有很多朋友受了他提出改变生活方式的理由的影響，還受到他的良好榜樣的影響，被他的決定所吸引，去遵循他的先例。在他歸信之前，他曾經是為了促進偶像崇拜而創立的一個團體的主持人。歸信以後，這個團體有些成員就散播謠言說，他是騙取了團體的大量基金之後才離開的。他聽到這事，便回去參加他們的一次集會，在向他們說明他離任的原因之後，他抗議他不公正地被控有盜竊之罪。他說他要聽聽他偷了什麼，他又怎麼樣損害了這個團體。接着他說他要以10倍賠付他們能夠證明是他盜走的每一分錢。在場的沒有一個人願意支持他們所私下傳播的謠言。他們極其平靜地回答說，人人都應該允許信仰自己選擇的宗教，而不受別人干涉。至於金錢，他們說沒有什麼要償還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從前他一直是慷慨施財的。這樣說完以後，他就走了。日子過去了，他逐漸地脫離了他們那一夥人，直到他不再和他們任何人有接觸為止。為了吸引他的親屬注意基督教，此人的想法是頗為獨特的。他說他要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對新教義的紀念，這個教義是首先由他的父母，後來又由他本人所接受的。他要一個畫師繪制了一幅很大的基督像，在像的兩邊，他加上了他那些已經成為基督徒的親戚們的肖像。這些人像都跪着，手拿念珠，佩戴小聖骨匣，项圈上懸掛有一個十字架。家近的人像都和本人非常相似。這幅畫引起很多人的興趣，他們覺得自己不被算作他的親戚之列，除非是他們表明自己信教，才能認可他們的親屬關係。作為一個博愛的人，很難估計他對囚犯們的慷慨，他所解決的爭端，以及其他這類虔誠的義舉。陸家確實也就是中國聖母會的創建人。1609年聖母誕生節，他召集了這個會的第一批成員。儘管他是應神父們的敦促而這樣做的，但他確實應該被記載為該組織的創建者。當他了解到聖母會在歐洲的辦法時，他便把會員召集起來，定下了規章和條例，然後送交利瑪窦神父批准。後來他們的規章手冊得到了正式認可，並附有羅馬聖母會所規定的幾條指導準則。中國人對於他們的葬禮總是在宗教上嚴格要求的。聖母會的職能之一就是監督信徒們的喪事。
在這種虔誠的儀式裡，他們幫助家人，並保證他們的喪禮是按照嚴格的基督教儀式進行的。每逢特殊的節日，聖母會會員們特別高興裝飾教堂。他們在每月的第一個禮拜日都去教堂裡舉行經常的聚會。在他們的第一次會上，路加被大家一致選舉為主席。在每次的經常聚會上，總有一名神父勸勉他們，然後進行一節提問來解答他們的疑難。這個會叫做聖母會，它一開始時有40名會員，他們對會中的影響可說是逐漸地而終於極大地增加了基督教的虔誠。在路加歸信後的1年之內，教區的新基督徒增加了100多人，而他們之所以歸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路加的鼓勵和他的好榜樣。在聖誕節，有40人接受了聖餐禮，而這個小團體的宗教虔誠從一開始就很快地在信徒中間發展成為一種令人矚目的熱誠精神。以上是原書的正文部分，後續是從解讀中国文化的視角做出的幾點總結。第一，誣告者的現世報與信息戰的潰敗。那些試圖通過誣告來換取政治資本和賄賂的文人，最後卻成了全城的笑柄。輸不起的文人病毒，當他們在公堂上敗給外國人後，不僅沒拿到錢，還丟了學術名譽。為了挽回面子，他們編寫小冊子進行第二次抹黑。這種死不認錯、強行洗地的習性，是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中常見的毒素。名分之爭的荒誕，他們指責說歐洲叫大西是為了模仿大明，稱天主是為了高居於天子之上。這種名字崇拜病毒反映了當時中國文人脆弱的自尊心，只要你在稱呼上不矮我一截，你就是在謀反。死亡的巧合與昭雪，作者提到的突然暴死，在當時被視為神蹟，雖然從現代科學看可能是巧合，但在當時的語境下，它消除了那些搖擺不定者的恐懼，用一種原始的正義感為新信仰腾出了生存空間。第二，地图引發的認知覺醒，查殺天朝中心主義。利瑪窦的世界地圖在宮廷裡引發的震動，是一次真正的大腦升級。地理及政治，長期以來，中國人的大腦被天圓地方、中國居中的思維病毒所占據。當利瑪窦揭示中國僅僅是地球的一小部分時，他挑戰的是整個帝國的宇宙觀。皇帝的清醒，出人意料的是，萬曆皇帝本人並沒有因為國家顯得小而憤怒。這說明最高統治者有時比底層的官僚更願意面對現實。這種降維認知的輸入是文化出埃及的關鍵，承認世界比我們想象的要大。第三，從形式追隨到精神超越，路加的救贖。路加這個人物的歸信過程是本章最精彩的解讀案例。查殺多妻制毒素，歸信基督教最現實的挑戰是處理小妾。路加不理會自殺威脅，用理性和金錢補償解決了糾紛。這標誌着他從一種權力與占有的婚姻觀轉向了人格與救贖的契約觀。焚燒偶像的決斷，他燒掉積存的偶像，代之以救世主畫像。這不只是換個神拜，而是大腦格式化的過程，從對泥塑木雕的恐懼中解脫出來。退還非法所得，路加開始賠償貪贓枉法的錢，這在中國官場文化中簡直是外星人行為。這種補償性正義是真正的靈魂升級，他不再把權力當成斂財的工具。第四，聖母會與社會互動的轉型。中國第一個聖母會的建立，實際上是在挑戰傳統的宗族互助模式，超越血緣的連接。傳統的互助僅限於宗族或同鄉，而聖母會是基於共同信仰建立的公民團體。喪禮的文明化，中國傳統喪禮往往充斥着鋪張浪費和迷信表演，聖母會接管喪禮，將其轉化為莊重肅穆的儀式，這是對後葬後祭死後虛榮病毒的一次有力查殺。南昌的這場迫害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回旋镖，狠狠地擊中了那些發起攻擊的文人。這一章不僅記錄了地理和宗教的擴張，更像是一場文明邏輯對病毒邏輯的降維打擊。迫害沒有消滅南昌的傳教，反而讓它更加穩固。
地圖沒有縮小中國的威嚴，反而打開了皇帝的眼界。這就是真理的力量，他不害怕被討論，只害怕被遮蔽。陸家在歸信後，面對那些指責他貪污團體基金的舊同僚，並沒有選擇對罵或找關係施壓，而是公開表示，如果能證明我拿了錢，我10倍償還。這種底氣來源於他內心的徹底清亮。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否也常被別人的誤解、謠言所困擾？我們是選擇用更髒的手段反擊，也就是病毒式對抗，還是像陸家一樣，用一種徹底的透明和人格的降維打擊，從而讓謠言自己消失？來評論區說說你的看法。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5卷第15章，迫害加強了南商的傳教，第16章，中國的第一個聖母會。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與你再相逢。